天使羊。从前，有一个非常穷的人，他和妻子以及3个儿子住在森林边的小木屋里。他以伐树谋生，一家人的生活非常贫苦。有一天，他在森林里干活，他感到非常累的时候，拿出布袋吃灰烬里烤出来的小面包。当他悠闲地吃饭时，一位老人走到他的跟前。你在干什么呀？你这穷人！我砍了一棵小树。你在吃什么呀？就是一点在灰烬里烤出来的小面包，请尝尝我这点小零食吧。你这穷人，你有很多家人吗？我有3个儿子，但他们都还小。我需要一个仆人，我有一群羊需要人看守。把你的大儿子给我当仆人，3天算1年，酬劳是100福林。穷人很高兴，回家便告诉儿子：“亲爱的孩子，明天随我一起去森林里，那里会有一个老人带你去工作。”清晨，母亲给大儿子准备好行囊，便让他和父亲一起去森林。他们刚到达后，老人就来了，他牵着男孩的手，便将他带走了。他们在森林里走啊走，天渐渐变黑，他们看到一间小木屋。好的，小伙子，我们到了。天一亮，男孩就出门了。他看到一群漂亮的绵羊，给你这根牧羊棍，给你这个布袋，把羊群吃的食物装一些带给我，里面还有一个水壶，你从他们喝水的地方也灌一些水给我。羊群出发了，整齐地走向森林。前面有一条大河，上面的桥上只有1块木板。羊群走上去，木板被巨大的重量压弯，沉到了水里，绵羊的肚子都碰到水了。男孩被吓到了，我不能走上这块木板，它承受不住我。最后一只羊在他脚上蹭了蹭，坐到我背上来，我带你过去。但男孩用棍子粗鲁地抽了他的背，然后躺在草地上等羊群回来。不久后，他听到羊群的声音，他们回来了。这时，男孩想起了主人的命令，他随便扯了一把草，用水壶装了些水，然后跟着羊群回去了。他们回家时，老人在院子里等候着。那小伙子，我看你已经把羊群赶回家了，东西都带回来了吗？都带回来了，亲爱的主人。那好吧，给我看看。不，小伙子，他们既没有吃这些，也没有喝这些。这些羊不靠这些活，你没有完成你的工作。明天我会带你二弟来。但二弟没有比哥哥更好，他也做了同样的事情。穷人在家里对小儿子说：“儿子，现在轮到你了，明天你和我一起去森林里。”到达森林，老人已经在等他们。他握住孩子的手，将他带走，一直到天黑才走到小木屋。好吧，小伙子，你要在这里睡觉。早晨，老人交给男孩一个布袋，便让他跟着羊群出发了。他们越往里走，天变得越黑。等到了森林深处时，天色黑得令男孩恐惧不已。走到大河时，一只羊蹭了蹭男孩的脚。小男孩，坐到我背上来。男孩听话地坐了上去，他带着他过了大河。过河后，他们继续往黑暗深处走去。突然，一束光亮起，男孩揉了揉眼睛，在光的中间看到一座小教堂，羊群排着队走进了教堂。
男孩跟进去后，看到绵羊们在祭坛前抖了抖，变成了天使。他们从一个美丽的小杯子里拿了一点薄饼和葡萄酒吃了，随后他们又抖了抖，变回了绵羊。当最后一只绵羊变成天使时，他拿起男孩的布袋，将一块薄饼放进去，并把葡萄酒倒进水壶里。随后他们便回家了。当他们回到大河时，小男孩再次坐在绵羊身上过了桥，然后他们悠闲地往家走去。老人在院子里等着他们。好吧，小伙子，所有的绵羊都在吗？全部都在，亲爱的主人。他们吃了吗？吃了。喝了吗？喝了。那给我看看你的布袋和水壶。哦，我看到了，小伙子，你完成了工作。除了100福林外，我还会帮你完成一个愿望。男孩已经明白，老人是上帝本人，羊群则是天使们。他说道：“亲爱的主人，我想继续为您工作。我唯一的请求是让我再回一次家，回到父母那里向他们告别。”事如所愿，他回到家，与父亲、母亲2个兄弟告别，并将薪酬交给他们。之后，他回到老人那里，直到现在，仍然为他工作。